同学们好，上一讲我们学习了溶体的结构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溶体的性质。我们首先来学习溶体的粘度。什么是粘度？根据流体力学的知识，液体流动时，一层液体受到另一层液体的切制，在解切应力下产生解切速度与解切应力成正比的一个现象。这个比例系数就叫粘度，用希腊字母伊塔表示，单位为帕斯卡，乘以秒。在描述溶体性质时，工程上还经常会用流动度。流动度与粘度相对，它是粘度的倒数。一种溶体粘度越大，表明越难流动，流动度就越大。那么粘度和什么因素有关呢？也同样受到温度和组成的影响。粘度和温度的关系满足指数关系，温度越高，粘度越低。粘度公式中的德尔塔 E 是质点移动的活化能，也称为味蕾。如果对该公式两边同时取对数，则浪伊塔和 T1 满足线性关系，而这条直线的斜率反映了活化能的大小。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，不同温度区间内溶体的活化能是不同的，这就说明了活化能与溶体的组成结构有关。接下来我们重点讨论组成与粘度的关系。在这里，同学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材料科学中组成影响结构，结构决定性质的思想。首先，从宏观上来说，氧硅比影响粘度。如上节课所讲，氧硅比越高，非强氧数量越多，低聚物越多，低聚物越多，粘度就越低。具体来讲，不同价态的阳离子会对粘度产生不同的影响。一价的钾金属离子会使石英发生风化，因此钾金属氧化物的含量越高，溶体中低聚物含量就越高，那么相应的粘度就会越低。但是不同钾金属氧化物降低粘度的作用排序和含量有关。当钾金属氧化物的摩尔分数小于 25% 时，氧硅比较低，对粘度起主要作用的是硅氧四面体间硅氧键的借力。继续引入钾金属氧化物时，由于锂离子半径小，削弱硅氧键的作用就大，所以氧化锂降低粘度较氧化钠、氧化钾显著。而当钾金属氧化物的摩尔含量大于 25% 时，氧硅比较高。此时硅氧四面体之间连接已接近导状，孤立的硅氧四面体很大程度上依靠钾金属离子相连。继续引入钾金属氧化物时，锂离子对硅氧四面体的吸引力大，使溶体粘度升高，所以氧化锂升高粘度较氧化钠、氧化钾显著。二价离子对粘度的作用与一价阳离子相同，也会使粘度降低，但是同时还应该考虑离子极化对粘度的影响。一般来讲，极化作用越强，对溶体粘度的降低作用就越明显。三价阳离子中，我们分别讨论氧化铝和氧化硼的作用。一般情况下，氧化铝起到补网作用，铝离子取代硅离子的位置，让非强氧重新变为强氧，强化了溶体的结构，使得粘度上升。而对于氧化硼，它对粘度的作用集中体现为硼反常，其实质是硼氧三角体非强氧与硼氧四面体的转变。当硼氧三角体的数量升高时，溶体的粘度降低；当硼氧四面体的数量升高时，溶体的粘度升高。以在氧化硼、氧化硅、玻璃中添加氧化钠为例，起始体系中没有非强氧，氧化硼以硼氧三角体的形式存在，溶体粘度降低。随着氧化钠的加入，非强氧增多，硼氧三角体结合非强氧转变为硼氧四面体，溶体粘度上升。当溶体中所有的硼氧三角体都转变为硼氧四面体后，继续增加氧化钠含量，会对硼氧四面体起到分化作用，硼氧四面体又反过来转变为三角体，溶体的粘度降低。因此，随着氧化钠含量的增加，溶体粘度出现先增大后降低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硼反常。同样的，
如果在钠硅溶体中加入氧化硼，氧化硼会结合桥氧转变为硅氧四面体，溶体粘度上升。当所有的非桥氧都转变为硼氧四面体后，继续添加的氧化硼会以三角体的形式存在，此时溶体的粘度就会降低。因此，随着氧化硼含量的增加，溶体粘度也会出现先增大后降低的现象。那么，在钠硼硅溶体中继续加入氧化钠，粘度会怎么变化呢？这个作为思考题，请大家课后思考。此外，如果在溶体中引入1种以上的1价或2价碱性氧化物，和等量的引入1种碱性氧化物相比，谁的粘度更低呢？答案是引入1种碱性氧化物的溶体粘度低。这是由于当体系中存在多种阳离子时，各种离子间可能会相互制约，使得降低粘度的效果发挥不充分导致的。这种现象我们叫做混合碱效应。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粘度的基本特征，请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组成影响结构，结构决定性质的思想，能够从组成结构的变化分析粘度的变化。谢谢。